大概其实你们都还蛮贴近我们今天想要去探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我首先就先打开一个问题哦，我想要了解的是，因为你们应该都就近，不只是建成，或者说我们刚刚讲新创的产业，或者说我们讲院长、学长，跟年轻人的互动的机会，其实应该都还蛮多的。好，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你们就近的观察，不管是跟学校的学生的年轻人，或者是社会的新鲜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们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像刚刚有提到，可能是产学落差的问题，可能是他们有一些迷思的问题，或者是有哪些你观察到的，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等一下，我不是要找你，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就follow你刚刚的建议，就再从这边开始。好。我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像我们杂学校，如果真的实习生，我们征5位，大概会有1000多个人报名。对，所以我们光选就选到快死掉了。那当然我能接触的就是我看到的。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一大部分，因为他们价值大于价格，哦，他们对价值，他们追求一个自我价值是大于，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 OK，maybe。或者是他们觉得，因为他们也不会饿死，他不是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在探索。所以对我来讲，他们那个自我价值的追求会比较在意。OK。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国高中生第一名的志愿是 YouTuber，那是一个舞台，哦，他可以宣扬自己的价值，然后被看到。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对，因为我们公司比较。也是去中心化，我们比较没有一个权威，我们很扁平。我们在20几个人，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创意总监是一个2001的孩子。2001年生的孩子。生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杂交在沟通年轻人。那我们做了很多以前的逻辑，就是广告创意啊，我们从制片啊、企划脚本弄半天，没人要看啊。然后就给他看，他就说：“不行，我觉得不会中。”就我们整个那个。中年的 team 就听他讲哦，不会中，那怎么会中？那我也说不上。我这个打断一下，我请教一下校长，您对中年的定义大概是？很敏感是不是？没有，我想我觉得40，我现在有点像是。你是中年大叔吗？我觉得是中年大叔，对，所以大概40岁以上。对。好，所以你认为应该要听听像2000年之后人的一些想法。对，因为。现在我们叫 X 世代嘛，那我儿子叫 Alpha 世代，以前叫做他们现在是 device 啊，都是他自己很原生的，Alpha 世代就是他已经内建，那我的意思是，我有点跟不太上，但是很抱歉，未来的世界包括刚刚讲的 AI 啦，包括我们自己在业界的体感科技啦，各种方面，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哦天哪！这完全真的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才有一些非典型的人去走非典型的路，像个 pioneer 一般，让我们看到典范，然后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好多路可以走。OK， 我厘清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说现在的年轻人。阿法时代，他可能在追求的是一个价值，而不是价格。你刚刚讲那个价格的意思，他们考虑到成本的概念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可能跟我混在一起都不太考虑成本。对，我在厘清这件事情，他们就在追求一个可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价值跟意义。OK，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志扬校长。好，那建成呢？你接触的年轻人，在学校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你看到有什么样的现象？其实我有点难比较转变，因为我已经你还蛮年轻的哦，是蛮看不到转变。好，我有一个是我觉得对于失败跟挫折的包容度，不然自己对自己的，还有他人对这个世代的大学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社群媒体或者是大家很容易接触到的短片 YouTube，都很完美，就是都是呈现好的一面，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这个情况，但反而更少人去专注跟陪伴挫折还有失败的时刻。我想反来说，就是他们也更容易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能力，像刚才讲的，以前可能要制片要这么多的角色，但现在像哲浩他做导演、做制片一个人完成，那当然他还有他的团队，所以我想最主要的差别是
OK， 哎，其实你们刚刚讲的有点点类似的概念，就是看到美好，想要追求，但事实上如果碰到挫折的话，或许还不知道怎么去应变这个挫折，或许没有看到这个挫折，这可能是在追求梦想或价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路，至少我的路径是好像比较清晰的。如果我可以在国际系毕业，我要找一个行销的工作，然后在外商几年，然后怎么样，这个路径相对清晰一些。但我觉得我现在的假设我是国际系学弟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这样子，就他有非常多的选项，那这些选项中间需要经历的挫折，过去都没有前人的经验。我想或许我们上一世代也会有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给他们 guidance， 这个也是我们的焦虑所存在的。来，赵远，你觉得？其实我也觉得我不够老来讲这个大学生的世代的对。考虑到我才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然后在10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太多其他的大学生。是。所以最近突然看到大学生，然后我对比就是大概10几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那首先，其实我想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想到叫做有一个很常见的词叫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很容易讲到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事实上这句话已经被讲了大概80、90年了。是。如果真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话，现在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论述是完全不成立。但是一代跟一代都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我们现在在看我们员工呢，或者其实事实上，这个到刚刚我才有一些新的答案，就是说，现在大学生可能表达能力都比以前强，比较愿意去想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变得够不够快呢？很难讲，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比大学生可能还快。所以接下来讲到说社会新鲜人跟这个业界它的需求有没有落差？我认为可能还是有一点落差，不过这个落差其实也存在这个世界上大概100年之久，这不是一个新鲜事。每一个世代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大学生跟这个业界需求的一个落差。但是我们观察台湾产业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需要痛切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关心台积电，这是一个30年前创业的公司。那绝大部分创业成功的前辈呢，都是20-30年前创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说，因为产业必须要转型，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们的风险。那现在呢，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他们都把它训练成适合已经存在的产业的需求。所以呢，台积电这么好，所以我就把自己塑造成适合进入台积电的样子。那当然，我相信政府有一些这个 incentive， 他希望鼓励创业。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突然挑战太大，就是我们创业的成功的前辈都是30年前创业，在过去这个10几20年间呢，创业非常成功的典范非常少，所以到底该跟谁学，其实是个问号。那但是贸然这个鼓励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叫做不教而杀谓之虐，所以上了战场之后马上就死掉。那我很害怕说，因为贸然的创业，然后造成了一些这个挫折之后呢，他反而又要回去求一个安稳的这个路线。那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是学界跟业界可以一起来想的办法，创造一个比较支持性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去探索。那这中间的确还是真的有一点落差，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学生比较不敢让自己变成领袖，都会被标签成叫做爱出风头。但是其实这个时代需要一些领袖，我觉得领袖的教育是非常需要，而且让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觉得羞耻不敢讲出口。那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觉得社会新鲜人的互动，现在大学生真的比以前活泼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或许有一些，如果还可以再改进一点的是，我认为叫做所谓的 sophistication， 就是多想一些这个社会上的复杂的面向。现在这个社会比以前复杂的太多了。那这方面我讲的话都会有很多的 selection bias， 因为我们是一个软体公司，我看到的全部都是工程师，所以我说不够复杂的时候，其实有可能工程师他们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思考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究跨领域的人才的话，他可能必须要有办法在跟不同的人在互动的时候呢，他都可以面面俱到。我觉得这种训练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非常必须的。其实我这就是为什么2位刚刚这个校长跟赵源，其实你刚刚提到你接触的学生大概是艺术或文化、社会相关的人嘛，你接触到的是工程师嘛，所以当然你的观点上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可是大家都看到现在年轻人，他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鼓励他做很多的创新，那只是让赵源可能提到，在鼓励他们创新的过程有没有一些 guidance， 然后他们碰到挫折的时候，再回到刚刚建成讲的，怎么样去帮他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补充一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大学生有没有什么转变？
在最近2年，我发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尤其是今年，很多医学系毕业的学弟妹来问我说，以后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生涯不同的路径的可能性，甚至是刚受完专科医师训练的人想要投我们的履历。我们最近接到很多医学系毕业生的履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因为在台大医科过去统计来讲，绝大部分人毕业之后都是去当医生。我想或许我给他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虚假的梦想，让他们看到原来走另外一条其他路看起来好像也蛮不错的。那所以我们今年跟去年都分别收到一个台大医学系毕业的学弟，刚毕业就来我们这里。他就是其实他本来毕业之后他就想说，我已经拿到医学系的学历，我已经对我爸妈有交代了，可以了，我要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这个医学系的学位，因为他们刚好都想要写程式。所以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训练到我这里来非常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让你训练，而且其实事实上他又被骗回医院。因为我说我们跟医院的合作非常需要你的帮忙，但是因为你会写程式，你可以变成这样跨领域的人才。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思维是有蛮多的转变。他们已经开始在思维，就是你刚刚一开始的担心是可能大家都是训练出来成为台积电一样的人，可是一方面你也看到，其实年轻人不一定完全这样，他们有想到说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 venture 所提供的机会。下一位演讲者，下一位语坛人应该不能再用说。还没有对，不能够说我没有多少跟年轻人这个长久的对比了嘛，哈，所以我们就看看你用家长的身份，还是用一个资深教员的身份来跟我谈一下你的观察。好，谢谢。对，的确，可能跟前面几位比，我这个接触这个同学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了，当然也教书也快20年了。那不过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就学生的改变啊。就这一次这个机会让我真的好好的去解释一下。不过我这边也要先声明一下，我这边也是像刚刚讲的，我这边也是这个 selection bias， 我这看到都是台大这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即便在这个最优秀的学生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这个转变。我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其实是 echo 今天开会这个会议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可能看到一个特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愿意去接触一个跨领域的这个学习。从一开始的那4位的这个同学，刚才我们这个叶同学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从我自己的班上我就看到，我教经济学的时候有医学院的同学来修，我问他说，你这样是要转行的吗？他说没有，但是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不过的确是有一位医学院的同学，他现在就是不是医学院，医学系的同学他毕业了。但是现在在纽约念什么生化，他将来说他要做一个新创公司那也有我们自己社会科学院的这个同学呢，他们越来越愿意去资工系修课啦，去数学系修课然后文学院修课，去修很多不同领域的这个课程。那我们也看到在台大里面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双主修辅系，这当然一方面也跟我们把这个双主修和辅系的这个门槛把它降低，让大家更容易去学习了。然后我们社科院这几年推行的这个跨域专长也是非常受到学生的这个欢迎，所以我想这大概也跟我们现在社会上一直在强调这跨域学生重要，我觉得已经看到了一点的这个成果了。那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就是说他们会越去 care 他们现在学到的东西跟职场的连结。这个连结不是说来这边当做一个职业训练所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而是他们会问说，我其实学的这个东西到底对他整个生涯的规划整个生涯的发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甚至会主动的去学一些不在既有的课程的这个框架里面，但是他们认为对他未来的职业有发展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哈。那不过我要再提一个就是其实在台大呢，我也看到一些 M 型化的这个发展，就是我们把这些机会、把这些选择放出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确看到一些很优秀的学生，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能够规划自己的学习路径的，他们就可以把这套制度做很好的利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学生他对于一下子给他这么多的选择变得好像你要求他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他有一些我把它称为这个选择性的焦虑他不知道要怎么选，他反而选了这东西，他觉得好像学好像说他还想再换到另外一个东西反而有一种这种比较惶恐的这个情形那我刚刚提到这 M 型化，我还要强调另外一点也是观察到，就是说
有一些学生他的国际的移动力非常的强，不管是说他在语言上面、跟别人的相处上面、对国际时事的这个了解上面，这个是非常的让人家这个佩服。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呢，习惯在舒适圈他甚至离开了家人，他可能从小生活就在家里面，离开了家人，甚至离开了一个县市，从南部来到这边来学习的时候，他觉得他在生活上面、在精神上面、人际关系上面遇到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观察到这整个社会在变，人的相处的这个环境情况在变，所带来的一些好的还有这个坏的这个改变大概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刚刚学长也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即使是在台大里面，其实也不是大家都一样。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一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体制上面能够更客制化，看到什么样的学生 M 的这一边或者是 M 型的这一边，可能你需要不同的一个路径来去走。你刚好像没有以家长的身份来提这个问题。家长这个我就这个就 selection bias 就更严重了，我就只一个孩子。不过我觉得以我观察到他们现在的学习的现象，跟我们当初来比，他们的资源是多了非常的多那他们也因此如果他们要好好的学习，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他们缺少一个，我觉得在他们不管是在学术上面、在学习上面，或者在人生上面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 model 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想从我们那个年代，也许我们都会有一些被塑造出来一些典范我们就会盲目的去，不管是盲目或者是怎么样去追随。现在他们没有那个东西，他们自己要去寻找，或者要从他们的老师主动的带领当中，让他们去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就现在年轻人，你如果给他一个模范，你给他一个方向的话，他们可以冲得很快但是他们需要有这个东西。OK， 但是目前这个可能更增加他们探索上面的另外一件事情要去突破的。好，谢谢。最后一个就是长期观察这个社会趋势好，那我相信你这个年轻人有非常多的接触。不是，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邀请我来，原因是因为我是中年妇女，所以我那个了解比较多一点。那其实以前我是那个 Cheers 的创刊总编辑，就是天下集团上的另外一本杂志。那时候常常会创办那本杂志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常常做2000大的企业，他们觉得常常找不到人才，可是很多大学生就说他就找不到他想要的企业，所以之间的那个落差是蛮大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的特质是什么？我觉得他比过去就是更多元，然后其实也蛮优秀的，然后他们也比较追求意义性的工作，他觉得 meaningful， 同时就是但是他们也要过好日子，而不是小日子。意思就是说，他的薪水也不能太差，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要有理想性，所以就是薪水就是很不好。那做志工或者是那时候是可以，可是他进入了职场，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期待那这个想法就是说，那如果你要不错的薪水，或企业要 offer 不错的薪水，其实他就是必须要做价值型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效率导向，然后我们要做创新导向。那过去我们培养教育的人才，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事情，其实它很容易培养就是很会解题的人才，而不是定义问题的人才那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讲说，这未来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就是说值得注意观察的现象，就是譬如说我刚进天下杂志的时候呢，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我们那时候是铅字排版。那时候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资深记者都是用那个稿纸写字那我进去的那一年，他们还要做数位化，数位化是什么？就教所有记者如何打电脑，然后考试1分钟打多少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到了后来，我们当然就是说，就是出纸本，从月刊变成双周刊。那现在在2017年，我们就推出了数位订阅，那也不是纸本了，就变成说你每天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新闻这个对于一个30多年的组织，它对于组织跟人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是pioneer，在台湾并没有。那所以学校教育出来的人才会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天下可能推数位订阅，还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跟进步。那我们也有报纸媒体推了数位，那看了1年以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的广告
就是全部下滑，没有办法做。那这样子的做 pioneer 的事业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不是新闻系教采访写作，然后教媒体识读？那他就可以做得好记者呢？尤其他进入了这个《天下杂志》，全世界都没有，就是少数的人在做。那我们希望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媒体，能够做数位转型，我们能够符合现在年轻人阅读的习惯，他在手机上看新闻，那他可能就要有一种创意、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才会学习这件事情。那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文科的，譬如说新闻学的训练之外，他可能就要对社群，或者对 AI、对大数据、对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它会有 consumer insight， 有时候是很多年轻人想出来的。我们最近在做听天下，就是在 Apple 的那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是推出来1年呢，就是每一天都在前10名。这个一个那么严肃型的媒体，都是知识性的，要跟什么股癌、百灵果，还有那个嘻哈这样子的媒体拼战，还有那么多人阅读，其实他是一个不是非常 senior 的同仁，他觉得一般人台湾有这样子的 podcast 的习惯，他看见这个趋势，然后他创意思考，然后我们的影视中心就做了音频的东西啊。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不是说不是说是要来讲天下杂志，而是以这个例子来讲说，一个媒体它的变化就非常大了。那学校的训练怎么样来福音未来的变化？因为未来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学习，如何应用，如何跟自己相处，如何理解别人的需求。那你所有的知识、能力、态度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哦，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有很优秀，然后他有很多的变化。那我希望我们的未来的年轻人，就是带动产业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创新。它其实是一个价值导向，而不是效率导向的话，那学校的这个大学教育，我觉得就是要做很大幅的改变。谢谢。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